最近有姐妹問我，她做出來的披薩為什麼還是有點硬？我覺得可能是你溫度不對，要不然就是餅皮的含水量不夠。這個餅皮的含水量是特別高的，只有這種高含水量的麵團才能做出大氣孔的披薩。好多姐妹也問我，這個感覺跟恰巴塔很像。是的，它這個麵團其實沒有恰巴塔的含水量高，但是它也是非常高的。海之鮮和麵，這個和恰巴塔用到的食材是一樣的，就是含水量不一樣。我這個差不多是80%的含水量。像你要是第一次做，怕不好操作，那你就改到70%，別超過70就行。這個麵團其實就是特別簡單，不分先後順序，所有的食材加進去，攪到沒有乾粉就行了，放到冰箱裡冷藏水和半個小時。麵團的含水量還是挺高的，建議你們不用下手揉。我這個是因為勺子上有點面，所以我就用手整理了一下。现在就可以做拉伸折疊了。從外向內折個2-3圈吧，折不動了，然後像我這樣摔幾下，然後再收面团，讓光滑的面朝上，還是放到冰箱裡水和半個小時。我今天是因為晚上做的，所以我就只水和了1次。有時間的話可以做2次，做3次都行。做好了放到冰箱裡低溫發酵1個晚上，第2天就能做了。如果想面团不粘，那就是揉面墊上還有面团上都多來點乾面，再整理一下面团。我就是從外向中間收，把它給收圓了，然後讓光滑的面還是朝上。你放着鬆弛一會兒，因為這個面团它還是有點緊的，鬆弛大概10幾20分鐘吧。現在面团鬆弛好就能整形了。這個面团鬆弛沒鬆弛好，你摸一下你就能感覺到它這個面团特別軟，延展性也特別好，你壓出去它不會再回縮回來。如果你在做的過程中它還會回縮，那就證明沒鬆弛好，你就再放着鬆弛一會兒。烤盤上還有面团上都多來點玉米粉，如果沒有的話乾面粉也行，先把它搓出一個邊來，然後中間壓薄，再甩幾下，反正就是你這個面团它延展性好了，你怎麼做它不會破。最後这個薄厚你自己覺得合適就行了，然後把多餘的玉米粉都倒扣出來，稍微的整理一下，然後再用叉子插點孔。今天還是做香蕉披薩，打底我就用了沙拉醬，這個自己隨意就行。然後香蕉我之前都是切片，我感覺那樣特別容易掉，後來我就把它給弄成這種香蕉泥。還有就是這個香蕉一定要買那種熟好的才好吃，有的姐妹就說我做了那個香蕉不好吃，烤出來是硬的，那就是你香蕉的問題。後面我少放了一點芒果，這個芒果就是不能太多，水多了以後它會出湯。最後把芝士加進去，之前有姐妹說如果烤箱沒有蒸汽功能的話，那到這一步你就可以噴水了。我的這個烤箱是帶蒸汽功能的，現在把水箱加上水，這個一定要加礦泉水。烤箱的這個自帶蒸汽功能，我覺得還是很方便的，而且它不局限於做歐包，可以做烤肉呀。像你做烤肉的時候，它會有油脂析出，烤出來的肉就是特別嫩，也更低脂。像平時烤披薩的話，我們就是給1分鐘的蒸汽就夠了。我覺得披薩其實是特別簡單的，而且自己在家做又很實惠，料很足。